2026年7月2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盛夏热恋剧组悄悄杀青了。没有官宣通稿，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甚至连一场像样的庆功直播都没有。可就是这样一部悄无声息的短剧，预约量却在短短几天之内冲破了59万。你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数字背后藏着的其实是观众等了很久的一场重逢。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翟艺莹和刘宇航这对被粉丝亲切地称为与 quote 银行与 quote 的组合第3次搭档了。而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故事叫盛夏热恋。先说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一夜爆红的类型。翟艺莹2001年出生，河南新乡人，毕业于上海立达学院表演系。她的路走得并不算轻松。2021年才正式踏入演艺圈，从公益电影演到网剧，一步一步熬资历。真正让她被更多人记住是2022年那部《Boss 爱上鸟》，她在里面演女主骆云馨，凭着一股清甜又不做作的气质，一下子就立住了。此后她几乎没停下来过，难撩、初次尝鲜、爱情自有天意，一步接一步，在短剧圈里慢慢攒出了属于自己的辨识度。而刘宇航身高192公分，长期活跃在短剧圈，社交平台上大家更习惯叫他一声与 quote Rain 与 quote。说真的，他和郭雨欣的组合之前几乎是短剧观众心中的固定搭子。木梨色掏空家产，千金小姐去海岛寻夫，荆棘花开4次合作，观众早就习惯了这对组合的默契，甚至有人已经把他们当成了不会分开的与 quote 官配与 quote。所以当消息传出刘宇航这次换了搭档，不少人第一反应是真的假的？别忽悠我。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翟艺莹和刘宇航其实早就合作过，而且不止一次。他们真正打出名气的那部戏叫《初次尝鲜》，播放量直接冲破10亿。这个数字放在整个短剧市场里都是顶级的存在。有了这样的成绩打底，这一次的与 quote 3搭与 quote从官宣开机的那一刻起就自带话题度。开机现场，翟艺莹和导演打完招呼，立刻放下手机变身与 quote 社恐人士与 quote， 这个细节还被粉丝当成珍贵素材反复回味。你猜怎么着？这一次的故事比想象中还要甜，也比想象中更戳心。盛夏热恋改编自知乎炎炎故事《热恋周先生》，讲的是新锐画家桑宁和高冷大学教授周庭月之间的感情故事。故事一开场，两人就因为一场意外闪婚了。没有漫长的追求，没有反复试探，一纸婚书直接把两个原本没什么交集的人绑在了一起。这种开场方式本身就充满张力，两个陌生人一夜之间成了夫妻，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彼此完全陌生的生活习惯，还有藏在心底谁都没说出口的心思。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件事发生了。婚后半个月，桑宁提出了离婚，理由很直接，他觉得周庭月根本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一个对你冷冷淡淡，什么都不多说一句的人，你还愿意继续留在这段婚姻里吗？桑宁选择了不愿意，他甚至已经把离婚协议书都准备好了。但事情的另一面，观众还不知道。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真相。周庭月其实早就对桑宁暗恋多年，他不是不爱，他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爱。那种看起来的冷淡，从来都不是拒绝，而是一种笨拙到让人心疼的沉默。这种反差，恰恰是这类甜宠故事最戳人的地方。一个人拼命压抑感情，把喜欢藏得严严实实，另一个人却因为看不懂这份压抑，差点亲手把送到眼前的幸福又推了回去。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记得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说回拍摄现场，路透照里，刘宇航穿着白衬衫，戴一副金丝眼镜，教授那种清冷又斯文的气质被他拿捏得很到位。而在桑宁递出离婚协议书的那一瞬间，他的表情变化被拍到的粉丝形容为眼神里全是没说出口的话。导演玄洛锦专门拍女性向甜宠短剧，风格细腻，擅长用镜头语言代替台词，去讲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情绪。编剧冷猫是炎炎故事的常驻作者，一直很擅长写这种一压再压，最后猛地反弹的情感拉扯。而整个剧组只用了短短8天就完成了全部拍摄。
效率很高，但据路透流出的画面来看，每一帧似乎都没有敷衍，转场和光影的处理都比一般短剧要讲究得多。没有雌竞戏码，没有狗血的家庭纠葛，这部剧从头到尾几乎全部的笔墨都专注在这两个人之间。评论区告诉我，你支持谁？是选择先离婚，直接说出真实想法的桑宁，还是那个不会表达，只能用沉默去爱人的周庭月？其实回过头看，与 quote 银行与 quote 这对组合能被观众一次次记住，不是没有原因的。翟一莹本身戏路就很宽，从校园甜妹到略带复杂的角色，她都能拿捏得住。而刘宇航虽然过去的固定搭档是郭雨欣，但这次的转变反而让人看到了他身上更多的可能性。一个192公分的大高个，套上白衬衫和金丝眼镜，居然也能演出高知分子的那种克制感。两个人在初次尝鲜里早就已经证明过彼此的默契，这一次再度合作，观众的期待值自然水涨船高。而与 quote 高冷外表、深情内里与 quote 这种人设之所以每次都能精准地戳中观众，说到底是因为他照进了很多人现实里的遗憾。我们身边或许也曾有过这样一个人，明明心里在意，却因为不擅长表达，最后被误会成了冷漠，被误会成了不在乎。盛夏热恋想给观众的，或许不只是一个甜宠故事本身，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些当年没能说出口的喜欢，那些因为沉默而错过的心意。说到这儿，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2年甜宠短剧的市场会越来越卷。观众要的从来都不只是与 quote 甜与 quote 这一个字，甜到最后还得有点让人心里发酸的东西才会被记住。像盛夏热恋这样，没有第三者插足，没有婆媳矛盾，把所有的篇幅都留给两个人之间那种拉扯、先婚后爱、误解与暗恋交织，反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观众刷了太多套路雷同的故事，一旦遇到一部愿意静下心来，慢慢铺陈两个人心理变化的作品，自然会愿意多停留几秒，多看几眼。也正因为这样，业内不少人已经开始讨论翟一莹和刘宇航这对组合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反复期待的与 quote 固定 CP 与 quote。 毕竟从初次尝鲜的10亿播放到这一次开机就冲上59万预约，两个人之间那种不需要用力表演的默契，已经不是靠营销就能堆出来的东西了。预计8月这部剧就会正式在红果平台上线，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桑宁会不会发现那个真相，周庭月又会用什么方式把迟到了太久的爱意重新说出口。这个夏天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有人说，最好的甜宠从来都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告白，而是两个笨拙的人用各自的方式一点一点靠近对方。桑宁和周庭月会不会走到最后，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答案，但光是想到那句迟到多年的表白终于要被说出口，就已经足够让人期待了。我们下期见。